欢迎收看李小龙实战。武道宗师李小龙在1967年长堤国际空手道锦标赛上一段令人热血沸腾的精彩演出，他用一记寸拳震慑一名空手道世界冠军，并因此让不少格斗高手甘愿拜他为师，成为截拳道传播的关键人物。李小龙堪称世界公认的功夫之王。早期他的武道影像在西方被禁止播出，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他突破禁令，站上长堤国际空手道舞台，向全世界展现中国功夫。1964年，他首次来到长堤发表咏春拳演示，那时西方人还没听过功夫两字。李小龙的出拳速度、凌空技法让全场震惊，开启他的国际影响力。3年之后，在1967年长堤国际空手道锦标赛上，李小龙再次带来一场令人热血沸腾的武道演武，其中最令人屏息的就是他当场施展传说中的寸拳。一位壮硕男子自告奋勇走上台，成为李小龙的示范对象。首先，他请一位空手道冠军出拳攻击这位志愿者，对方只是微微后退了一步。接着，李小龙登场，展现真正的力量。李小龙毫不犹豫，隔空一击，短短1寸距离，竟让对方整个后退数步，然后跌倒在椅子上。此时，坐在台前的一位空手道冠军正静静地凝视着这场表演，他的眼神中渐渐闪现出震撼与敬佩。这位冠军正是日后成为李小龙弟子的理查德·巴斯蒂罗。Bruce Lee was a born fighter. He had talent, which is man-made, and he put it all together. Bruce Lee was a very impressive martial arts fighter because of his explosive speed and strength and power. 理查德·巴斯蒂罗1942年出生于夏威夷，是美国金手套拳击冠军。他自15岁起开始习练琉球躺手，成年后在拳击与空手道界皆享有盛名。1967年的长堤国际空手道锦标赛上，李小龙再次登台演示，这次他表演了寸拳 One Inch Punch 与双指伏地挺身，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令巴斯蒂罗深受震撼。当时场中还有一位身穿黑色空手道服的世界冠军威克摩尔，他观看了李小龙2次寸拳后，觉得并无特别之处，遂主动上前挑战李小龙的出拳速度。结果，在这场比试中，这位原本骄傲自负的世界级空手道冠军竟无法成功接下任何一拳，场面宛如一场示范教学，令全场震惊。巴斯蒂罗亲眼见到世界冠军威克摩尔在短短几秒内败下阵来，深受震撼，遂决心放下空手道，拜李小龙为师，开始学习截拳道。在这场锦标赛中，有一位对李小龙格外感兴趣的人，那就是担任比赛接待工作的助教，同时也是著名的菲律宾武术大师，有棍王之称的伊鲁山度。比赛结束后，回到下榻的饭店休息时，伊鲁山度向李小龙提出切磋的请求。李小龙欣然答应，并自信地对他说，尽管全力攻击我，我只用1次出拳就能应对。伊鲁山度起初并不相信，但就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胜负已然分晓。On the jab, because when he knocked me out, he was a little bit more like sort of came off the side like that. So the ease in which he did it. 几十年后，伊鲁山度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然难以释怀。那短短一瞬，他感觉自己多年的武术修为仿佛全都白费了，如同陷入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要知道，在遇见李小龙之前，伊鲁山度可谓天之骄子，大学时期是橄榄球队的主力选手。白马赛跑以9.8秒的成绩遥遥领先对手，之后他拜入美国空手道宗师埃德·帕克门下，接连夺得多项冠军，风头一时无两。这样的天才选手，却在与李小龙的交手中还没来得及出招，就被轻松制服。这件事让他困惑了好几个月，最终他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放下过去的荣耀，拜李小龙为师，开始学习截拳道。与此同时，在李小龙的身边，其实还有一群同样身怀绝技的高手，悄悄展开一场又一场的密集训练。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美式踢拳界的2大传奇人物，拳王乔·刘易斯与有战神之称的麦克斯通。乔·刘易斯，世界级冠军，一向自负，眼高于顶。最初，他对李小龙的武术哲学其实并不感冒，甚至直言太悬了，听不懂。他并不打算拜师，更没想过会被谁改变。Bruce Lee comes running outside. Joe, let me talk to you for a second. 30 minutes, he was trying to explain to me why his Jeet Kune Do style, Jeet Kune Do, means way of the stopping fist. And it just all went in one ear and out the other.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当他真正与李小龙交手过后，那惊人的速度，那难以预测的出手角度，让这位拳坛霸主瞬间意识到，眼前这个看似瘦削的亚洲人实力远超常理。他不是看见了风格，而是看见了一种全新的战斗语言。于是乔·刘易斯开始动摇了，从质疑到沉默，再到心悦诚服。他最终放下身段，选择留下，接受李小龙亲自指导。那是一段他日后成为整个职业生涯最重要的转捩点。When I started working with Bruce, I won like 11 consecutive grand championship titles without losing. I became invincible all of a sudden. 李小龙的徒弟中，从空手道世界冠军到全球踢拳冠军都有。当年这些弟子都是由李小龙亲自指导，因此他们所学的截拳道也被视为最正统、最接近大师本人的原始风格。但如果说谁是李小龙截拳道最忠实、最具影响力的传播者，那毫无疑问就是理查德·巴斯蒂罗师傅。自从1973年李小龙大师猝然离世后，他门下的许多弟子一度陷入迷茫。但就在这样的时刻，理查德师傅挺身而出，扛起了传承截拳道的大旗。当时几乎所有原本追随李小龙的弟子都纷纷转向伊鲁山度师傅的武馆继续训练。但与众不同的是，只有理查德和木村武之2人坚守着李小龙的截拳道，从未偏离。那段时间，李小龙门下的高手们开始发展各自风格的武术体系，唯有理查德始终坚信大师的理念还未被完全挖掘，不能就此失传。更令人惊讶的是，李小龙的亲生儿子李国豪以及女儿李香凝在众多高手中最终选择了理查德师傅作为自己的功夫导师。这不仅是对理查德武艺的肯定，更是一种无声的传承。李国豪能放心地将自己的武术修行交给他，可见理查德在李小龙武学体系中的地位绝非泛泛之辈。他不只是学生，更是火炬的继承人，让截拳道得以延续至今。这样的理查德·巴斯蒂罗怎能不令人敬佩？你认为，如果李小龙的截拳道延续至今，依然保有正统风貌，会在现代综合格斗 MMA 的赛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下支影片再见。